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188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一双亚瑟士的 Gearburst 26。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这一双鞋的外观。在外观方面，你觉得这一双鞋可以打几分呢？球鞋的内外侧都有着非常大的亚瑟士的标志，鞋舌上面也有一个，而在后跟的鞋体上面印着 Gearburst 的字样。整体外观还是非常清爽干净的，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在鞋上面。那毕竟这一个品牌的调性一直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那在实战方面，我们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大底方面，球鞋使用了全掌的 No Marking 无痕橡胶，前半部分使用了横竖比较分明的纹路，后半部分使用了幅度比较大的这种人字纹路。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优秀的，这也是亚瑟士的篮球鞋一直表现都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控制做的也是非常出色的，在抓地力方面绝对不需要去担心，绝对可以算得上是顶级水准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用这一双鞋来打外场，那想都不用想，大底使用的橡胶硬度是非常软的，虽然纹路还是比较粗的，并且深度也还算不错，但是打外场我绝对是不推荐的，毕竟800多的价格也并不算便宜。这一双鞋我只推荐大家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使用，别的场地我都不推荐。而在中底方面使用的依旧是全掌的 Flat Foam， 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普通的 EVA 材质，中底的缓震材料厚度非常薄，调教也比较偏硬，中底的整体感觉就2个字：极致。尤其是在前掌，甚至比 Geo Hoop 更加的薄，薄到我都无法接受的一个程度。大概打了1个小时左右的球，前脚掌就出现了因为球鞋的中底太薄太硬而造成的疼痛感，缓震太糟糕了。大家也都知道，我对于缓震的要求其实已经算是比较低的了，连我都接受不了，那我估计大部分的朋友都没有办法接受。虽然确实可以提供给你非常优秀的场地感以及反应性，在突破的过程中可以说是非常爽的，脚底下根本就不会有一丝的泄力感，但是真的很难顶，在指骨部位有一种生疼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吗？缓震是真的拉胯，那如果你打球不怎么依靠爆发力去突破，很少会有那种前脚掌发力，那你购买它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如果你打球的时候经常会使用前掌突破、前掌跑步、变向等等，那这一双鞋对于你来说真的太硬太薄了，不更换鞋垫的话根本没有办法接受，并且它在后跟处的缓震水平也并不出色，单纯用后脚掌落地的时候震脚的感觉还是非常明显的。这一双鞋我还是建议体重在140斤以下的朋友再去进行选择，那其他的朋友尽量还是慎选。而在鞋面方面，使用了大面积的针织材料，加上关键位置的热熔材料覆盖组合而成。在后跟处还有一块硬度非常高的 TPU 加固，在强度方面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整体的鞋楦比较偏宽，像我这样脚型正常、略微偏窄的人，穿这一双鞋实战的时候，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在前掌的包裹是不足的，并且把鞋带拉得非常紧，也没有办法得到优秀的包裹体验。这一双鞋我还是更加推荐脚型偏宽的朋友去进行选择。那即使是正常脚型的朋友，穿这一双鞋也可能没有办法得到特别优秀的前掌包裹和锁定。在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脚在鞋内会出现非常明显的位移，体验感并不是很好。好在整体的鞋面强度还是比较不错的，不会出现鞋面兜不住脚的情况。那如果你的脚型就是偏宽的脚型，那这一双鞋会比较适合你。你穿这一双鞋可以得到非常不错的包裹以及锁定。当然，像我这样脚型偏窄的朋友，穿这一双鞋实战也不会出现顶脚趾或者是掉跟的现象。但是就是前掌对于我来说真的有点太宽了，前掌的锁定无法得到我的认可。不过如果你就是宽脚，那它一定会非常适合你。在支撑性方面，这一双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鞋面的强度足够，中底的 TPU 键覆盖的面积也是非常大的，让球鞋在整体刚性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在做变向动作的时候，脚底下的球鞋它的整体姿态保持的是非常好的，在后跟处也有着一块硬度非常高的 TPU， 保证了球鞋后跟处的支撑，整体的支撑抗扭表现是非常棒的，那比 Geo Hoop 要更加的强硬一些，完全没有问题。
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大家是完全不需要去担心的。大底的面积非常宽大，并且也做出了比较明显的外扩，中底的重心又非常低，缓震材料又很硬，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非常优秀，安全感十足。在重量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单支42.5码的 Geoburst 26代重量是394克，这个重量表现虽然没有 Geohoop 那么的优秀，但是也绝对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的。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 减，这一双鞋的定位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偏向于锋线球员的，但是我觉得它的定位跟它这一双鞋的整体设计理念之间这两者之间是有着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的。首先第一点，因为球鞋在国内试售之后，在鞋楦方面我们没有了选择的权利，这一双鞋的鞋楦是比较宽的，只适合宽脚的朋友，其他正常脚型或者是窄脚的朋友基本上就不用考虑了。第二点，缓震，这一双鞋可以说是毫无缓震的，非常硬，中底非常薄，对于像我这样对于缓震已经可以算是没什么需求的人来说，它都硬得够呛。所以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你一定要能够接受这种硬如板砖的脚感。那可能我说的确实是夸张了一些，但是这一双鞋的前掌真的毫无脚感，跟直接踩在地上一样。那作为一双定位更加偏向于3号位的篮球鞋，但是这种硬如板砖的中底调教，我真的是爱不起来。如果你的脚型偏宽，对于缓震毫无要求，那这一双鞋你确实可以买，甚至你还会非常喜欢它。但是这么极致的一个鞋款，真的会喜欢的人，我觉得不会太多。那是不是要进行购买，还是看你自己怎么想了。但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的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42.5，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的42.5，在长度方面还是比较合适的。球鞋的鞋楦比较偏宽，更加适合宽脚的朋友去进行选择。那如果你是正常脚型或者是窄脚，那尽量就不要去考虑这个鞋款了。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大家有空来做 ，peace。